もう始めるけど、そこで見てるつもりか？诈尸了，诈尸了。今天是《咒术回战》的第6集啊！我现在只想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虎杖怎么被复活？因为他确实是挂了，而且都已经凉透了，已经躺在停尸房里了。在任何的故事里，不管这个故事的想象力有多么的丰富，起死回生它都是一个可以被做到的吧。但是即使能被做到，也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一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真的拥有起死回生的能力。所以求求了，能不能不要再拖了？能不能就在这一集告诉我虎杖是怎么被复活的？那咱们废话不多说啊，直接开始这一集。What the fuck? Here we go. Yes, yes, yes.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在虎杖身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他的脊柱吗？面瘫，他本身不长这个样子吧？这不就是虎杖的样子？这好像那个 Allen 啊 ，Allen 的这个巨大化之后的 Allen， 这个超级大的这个脊椎。好好好，好好好，我把你手治好了，但是我把你给弄死了。我谢你老母，我干他！哦，怎么跑上来的？虎杖这个身体素质也是可以。哦，是他的生得领域。他的内心还没有死，人都凉了，还没有死。怎么回事？哦，因为腹黑。气阔，气阔是什么？啊？第2条是忘记这个约定。他居然能够妥协到如此程度。是不是有点像那个电锯人里那个叫什么？就是怪物好像是可以和人签订契约的。这感觉是一个好重要的设定。但是他为什么要提出这2个条件呢？今から殺し合って小僧が勝ったら無条件で、俺が勝ったら俺の縛りで生き返る。いいぜ、ボコボコに。好调皮。そんな僕がなんで高専で教鞭を取っているか聞いて。夢がある。这样跟别人聊天不太好吧？そう、上層部は呪術界の魔窟。保身バカ、世襲バカ、高慢バカ、ただのバカ。各种バカ。みかんのバーゲンセール。そんなクソ呪術界をリセットする。我好像那个马斯坦古大佐。そんなやり方じゃ誰もついて。所以他才决定去当老师，是不是？だから僕は教育を選んだんだ。曲線救国。里い仲間を自分の任務を生徒に投げることもある。それはサボりたいだけでは。みんな優秀だよ。特に3年はかり、2年乙骨。彼らは3年级的秤和2年级的乙骨。ユージもその一人だった。哦，他好看重这个虎杖啊。もう始めるけど、そこで見てるつもりか？诈尸了，诈尸了。这个验尸的大姐姐和5条看到这种情况，一点都不惊讶吗？哦，这是好有爱的一击掌。ユージに最低限の力をつける時間が欲しい。ショコ、悪いが記録上ユージを死んだままにしてくれ。
交流会までには復学させる。なぜ？对，和コードから正式因为他是主角儿。許されていないんだよ。何人たりともね。不过我也好喜欢五条悟说的这个理由啊。俺は今からバイトをバックれる。这是什么人？責任感は強い方だった。4人の義妹を大学に通わせるために貯金してる。先不说他有4个妹妹这个事儿啊，他为什么能够感知到这种诅咒？束になっても殺せんか。封印その手立てを。特級呪物獄門鏡を使う。獄門鏡。这是什么宝物？俺やめます。我的天啊！ジョーが興奮するな、熱くなる。漏壶，お客様。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吧，叫漏壶。What the？ 起こさないで。什么怨什么仇？Why？ 这光天化日之下都能这样？这个社会还有没有人管了？獄門鏡をわしにくれ。収集に加える。その代わり五条悟はわしが殺す。这能让你跑了？又是个 NPC 啊！漏壶刚才跟他说的这个什么所谓的交换，算不算是契約的一种啊？助けることに懐疑的でした。阿正的妈妈。でも。哦，伏黑还是被触动了。伏黑对冈崎正，就对这个人本来的态度就是个人渣，完全不在意不关心，但是他还是被虎杖触动了。他想到了这位母亲，把他衣服上吊牌的那个名字撕下来了。天哪！他在干什么啊？あの二人は何してんですか？受け身の。私らから一本取れ。話はそれからだ。2年级和1年级之间的差别能有多大呀？我也好想知道啊，我好好奇。そして呪術に関する最低限の知識だね。要从零给他恶补。どうしたの？我也很高兴，我想看他单独带你。誰も助けらんなかった。ではまずあちらの缶ジュースをご覧ください。这是基础训练吗？哦。こっちが呪力で、こっちが術式。哦。わからん。哦，为什么连画风都变了？電気。啊，だから家電に電気を流して様々な効果を得るわけ。咒力就是单纯的力量，力量的来源。术士就相当于是技能嘛。つまりこれからちょびりぐな術式を身につけると。いや、有事には呪術は使えないよ。簡単な式神とか鉄塊術は基本的に術式は生まれながら体に刻まれているものだ。天生的。だから呪術師の実力は才能がほぼ8割って感じなんだよ。大丈夫？哎，不至于这样吧？至于这样吗？螺旋丸。そのうち君の体には。另外2个招式我没有看过这个动漫，但是绝对都是像螺旋丸一样有名的，应该是。あの時なんとなくコツはつかんだ。ここに打ち込んで。有歌词的 BGM， 超级带感。磁力の源は負の感情。君の言うあの時は怒りや恐怖に満ち溢れていたんだろう。因为那个时候上头了。確かに伏黒もいつもキレ気味だったかも。根本不是这样的，太可爱了。逆に大きく感情が触れた時、磁力を無駄遣いしないようにもね。哦，你知道谁超级适合来学习咒力吗？艾伦耶格，因为艾伦耶格就永远处于愤怒之中。もちろんただ見るだけじゃないよ。こいつと一緒に見るんだ。哇哦，这是那个校长做的吧？学長特製の除外だよ。我就说嘛，他带着拳套，我估计肯定得给他一拳。哎呦，这太好猜了！ドキドキ、ハラハラ、ワクワク，让他产生各种各样的情绪。哦，好有意思的训练。これがどんな感情下でも一定の磁力出力を保つ訓練。万事万物都离不开3个字：基本功。对于虎杖来说，现在练的就是基本功。
これなんておすすめだよ。ヒロインがムカつくんだけど最後派手に死ぬの。すんげえネタバレ。是啊，为什么要剧透？アクション。千万千万不要剧透，千万不要剧透。看我视频的粉丝都是超级好的，没有剧透的。なぜ逃げた？宝の持ち腐れだな。这句话太有意思了，为什么他说是暴殄天物呢？そういう意味だったんだろうか。是这个意思吗？ツナツナ。なんとかなりそうです。他把手伸进台阶里了，是说他进入到异空间了吗？哦，这电影，虎杖在看的电影。他控制的不错呀，我还以为再看到虎杖的时候应该是鼻青脸肿。当我没说。そうだ。死んでる時、スクナと話したかい？哦，问到重点了，瞒不过五条悟。した気がするけど、思い出せねえんだよな。因为你们有第二条契约。五条悟应该能猜到，我觉得。这个 BGM 啊，我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他是不是预感到什么了？君何者？不止他一个人，他还有帮手。我要看下一集。看完这一集之后，我其实是非常满足的，因为它确实解决了我最大的疑问，就是虎杖是如何被复活的。只不过这个复活的方式多多少少让我觉得有一点意外。其实在看之前，我最纠结的地方在于起死回生的代价，但是好像面瘫他就是有这样的能力，这个设定就是如此，就是即使虎杖已经失去心脏这么长时间了，整个人已经凉透了，死透了，只要面瘫的这个精神世界还在，他所谓的这个生得领域还能维持得住的话，他就能够随时随地的复活虎杖。抛开这个设定不谈，更让人感到意外的是，面瘫为什么突然又决定复活虎杖了？因为从面瘫和伏黑之前的对话当中，我们是能够听出来，能感觉到面瘫不是在虚张声势，他确实不太在意虎杖的死活，即使虎杖已经吃掉了他2根手指了，对于他来说，虎杖没有太大的利用价值，而且虎杖还能够如此轻易的压制住他，所以说像他这种级别的 BOSS 怎么可能受制于人呢？但是促使他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的，居然是因为他看到了伏黑，他看到了伏黑将要对他使出来的那个招式。我们不知道那个招式是什么，有什么特殊之处，但最终的结论就是因为面瘫看到了那个招式，看到了伏黑，所以他决定要复活虎杖，这是一个好大的悬念。但是你通过逻辑来判断一下，一定是因为面瘫看到了伏黑招式当中的这个潜力，而这个潜力一定是能够帮助他最后复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他才决定复活虎杖。因为虎杖和伏黑是一对的，他是能跟伏黑走得最近的，这样其实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复活虎杖跟虎杖提出的2个条件，其中的第一个就是我只要想跟你交换身体的时候，你就一定要给我1分钟的时间。我相信这一定是因为当他看到就是在伏黑身上的这个对他有利的地方，所谓的时机成熟了之后，这个时候他用1分钟的时间就能够搞定一切。无利不起早，无功不受禄嘛。虎杖虽然对面瘫没有价值，但是伏黑对面瘫是有价值的，所以虎杖间接的就成为了受益人。由此可见啊，伏黑这个角色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简单的无脑的男2号男配角，他的存在对于未来的故事线极其的重要。其实你站在虎杖的角度上去想这件事情，虎杖其实没得选，他作为一个人本身就有求生的本能和求生的欲望，已经死过一次了，这个时候有一个机会让他复活，其实不管什么条件他肯定都会答应。但是虎杖也真的是个铁憨憨啊，也真的是脑子真是彪啊，他居然还要无条件的让面瘫复活他，不知道他脑子里这个时候在想什么。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跪下来了，别说2个条件了，20个条件200个条件我都答应，你只要让我活过来就行，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吧。所以即使到现在，虽然说虎杖是男主，但我感觉他依然是处于一种就是稀里糊涂的，连基本的规则是什么，咒术世界是什么样子都不懂的这么一种情况下，就是被卷入了如此巨大的一个阴
阴谋之中。其次要聊一聊的就是五条悟老师。五条悟在这一集当中跟那个干巴瘦的眼镜小哥聊出了自己心中的这个抱负和理想，就是想要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用培养下一代的方式去改变整个的咒术界的风气。这就印证了我之前说的，他看上去表面是一个极不靠谱的，他表现出来的很多的行为也都是不严肃不认真的，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责任心，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理想有抱负的人，而且三观还非常的正，有一项上层高层和权威反抗的这种底气和决心。这个角色塑造到目前为止啊，就是一个完美人设。我觉得说到底啊，就是一个人内心成熟的标志永远不在于他说过什么话，而真的在于他做过什么事情。我也不是因为五条悟在这一集当中说出来的那些台词才觉得他好有魅力，他好成熟，而是因为确确实实在前几集当中看到了他培养学生的那种耐心和方法，也看到了他培养出来的这些学生，伏黑、虎杖、野蔷薇，包括2年级的那3位，包括他嘴里提到的3年级的2个超级优秀的，就是你能感觉得出来，确实是因为他的付出，他的努力，才有了如今的成果。行吧，那关于这一集呢，我想说的基本上就是这些啊。最后还是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点赞、关注和评论，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